关系。哇，看不出来小贤的小孩这么大了。对呀，好羡慕你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啊！可爱哦，很可爱吧？我跟你们说，以后我的小孩一定也是超级可爱的。那就要看老爸的基因长相。难得你跟我有同感哎，brother。啊，还好有找到，这样你就可以专心当兵了。真的。不过啊，我现在真的很担心连长，连长怎么了？因为连长他这次为了帮我私自带我不嫁联营，违反了军纪，不晓得他现在会怎样。有这么严重啊？我听排长说这件事情可大可小，现在要看长官怎么样惩处。这么好的连长被拔掉的话就可惜了。真的？不会吧？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。你们听过军令如山吗？我在想啊，如果上面人不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误判情势，错怪连长，那就不好了。高小贤，班长好。班长不知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才没有让我们打电话。以后像遇到这种事，随时要跟班长反映，班长才知道怎么帮你。是，谢谢班长。班长难得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笑起来还挺可爱的。毛怪。我想要替我们连长求个情，没办法，舅舅做。不做，除非你答应我的要求。黄曼丽，部队是有规矩的地方，你们连长未经同意私自行动，我如果不做惩处的话，会动摇军纪的。那是因为小贤他小孩不见，真的很心急。你也知道那边成人上报很麻烦啊，我们连长才会做这个决定。怎么能够因为麻烦就草率的做决定呢？再说，处理事情的方式有很多种啊。事实上，你们连长这一次未顾虑周全，有些鲁莽，他难逃究责。这次是因为事态紧急，我觉得情有可原啊。赏罚分明是领导统御的准则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。就算他情有可原，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不做惩处。舅舅，我从来没有因为部队的事情求你，这次就算我拜托你，这么好的连长，我真的不希望他被拔掉。不关说不靠关系，不是你坚持的原则吗？怎么会为了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破坏原则？值得吗？舅舅，舅舅，我真的觉得……好，这一次的事情我有分寸，你去。高小贤的事情我讲过了，这边就不再重复。希望各位回去能够落实对班兵的了解，因为他们是我们陆战队的一员，是我们的同袍，也是我们的亲人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骄傲全连，并且拿到军歌比赛的第1名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在这边，我没有要责难各位的意思，毕竟凝聚全连的团结以及争取荣誉的心，比拿到第1名还要重要。往后还有3000公尺以及游泳的测验，希望大家辛苦一点，继续为我们连上保持荣誉的传统。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副队长，这边有要补充的吗？我这边补充一下，希望大家回去可以落实对自己班兵的了解，也可以透过平常聊天去了解新兵的状况，有问题就提早解决。士官长，师长希望对于训练方面要确实要求以外，也要注意到安全状况，尤其最近天气炎热，在训练的时候也要多加注意新兵的身体状况，避免中暑情势的发生。好，没事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起立，散会。学长。
连长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仔细了解高小钱的状况，不明就里的就处罚他。你不要太自责，新兵的状况本来就很多，就连我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。在连上发生的事情，都是在彼此成长。事情经历多了，自然在管理上能够得心应手。这一点，我们都要继续学习。谢谢连长。没事，早点休息。好。我其实只想要跟你说，2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他们以后也不一定会待在新训中心，但是他们都是陆战队的一员，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找时间多跟他们聊聊吧。你不要太自责，新兵的状况本来就很多，就连我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。在连上发生的事情，都是在彼此成长。事情经历多了，自然在管理上能够得心应手。这一点，我们都要继续学习。副刀长，这是李淑静的讲稿，我都已经看过了，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，再请你确认。我对于李淑静作为这一次微电影采访的人选，我有一些想法想要跟你讨论。好啊，坐。这一次我们会选择采访李淑静，就是希望可以借由她之前的工作，由模特走向海军陆战队，用这一点来作为主题。是啊，女孩们向往模特的职业，都能来陆战队了。上级的意思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。上次不是有个空姐吗？陆战队空姐。台湾的女生啊，真的是不怕苦不怕难啊。但是我们应该要更加强调从军的荣誉感。你觉得李淑静没有荣誉感吗？我觉得挺适合的啊，长官才会挑选她，不是吗？我认为军人的精神非常的重要，而且这又可以增加女性从军的比例，也可以达成表面上的平等。但是如果内在的文化一直不去改变的话，我们再怎么努力，也都会徒劳无功。杨排长，我认同你所说的，军人精神的确很重要，但是这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。难道你一入伍就知道什么是军人的武德吗？训练中心的工作是要教会这群新兵知道陆战队最基本的教育。至于军人的精神信念，是要从你们生活当中让他们了解到穿上这套虎般的责任跟荣誉。这就是我们担任干部的工作啊！我很能了解你的心态啊，要把老百姓教导成一个合格的军人，我们的责任很重大。可是这绝对不是他们穿上军服之后就可以达到你的标准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要求，但是要循序渐进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，还有耐心。当你心里越急啊，越想要这些新兵好，有时候你的心理压力跟挫折就会越大。所以我不建议他们一入伍，我们就给他们太多的命令跟规矩，他们会不了解，也会无所适从。可是我们只有8周的时间。我知道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更辛苦一点。你想想啊，当婴儿在学走之前，要先学会爬、站，才会到走。你现在要求他们跑，你辛苦，他们也辛苦啊。我明白了。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好吗？
李淑君的讲稿看完，我再跟你说。好，谢谢辅导长。报告副指挥官，高小贤的事是我太鲁莽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经一事长一智，部队就是个小型的社会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。领导统御讲的是诚信跟原则，如果我们自己不能以身作则，部队带不动。是，我会谨记在心。黄曼丽为了这件事情特别跑来找我，要我不要对你做出惩处。黄曼丽，她是我姐姐的女儿，她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她，她想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肯定。从小看着我爸爸、我哥哥还有我穿着军服，她就吵着将来也要当兵。这一次受枪的事情，她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肯定。他这次表现的真的很好。我也捏了一把冷汗，他表现得很好。黄曼丽真的很努力，她完全没有将门之后的娇气，反而很认真的去达成每一件事情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关系对他的管教有放松啊！我明白，可是他嘴里常念着他未来要当一名将军，怎么没想到要送他去念军校？不急，等他通过了检测，我再找他研究。副指挥官，那高小贤的事，大门卫兵无通报战情，私下放你离营，已经开会准备惩处了。我身为副指挥官，做事不能有两套标准。你也写个检讨报告，我送交监察官，让他决定是否受人兵会，一并处理。报告是。